又在做什么圣人梦呢？你护得住满城百姓，护得住自己吗？重活一世又如何？不还是眼睁睁看着阿爹死不瞑目，娘亲粉身碎骨？但阿爹和阿娘都没有后悔他们的选择，自欺欺人罢了。你可别忘了，你的仇人可都还活得好好的，不仅仅是萧雪，还有害死你爹娘的朔漠。我若是你，现在就起兵攻打朔漠，叫他们血债血偿。不，可边军已经牺牲了太多，那又如何？一将功成万骨枯，打仗哪有不死人的？流再多血又与你何干？你现在手握兵权，只要你下令，他们便必须服从，为你冲锋陷阵。你难道不想替你爹娘杀了朔漠王吗？心软无用，杀戮才是永恒的。这池子该清理了。哟，这只鸡肥呀！来看看啊，看看这个。都给我呀！再去那边一会儿等。楚娘子，楚娘子，楚娘子，难得楚娘子这么早出来逛，想买什么尽管来我家挑啊。哎，那你慢慢逛，有空来啊。嗯。有甜有脆的梨喽！哎，楚娘子，真是的。楚娘子，楚娘子，我们家的梨啊，才摘的，您尝尝新鲜。不了，您还是留着自己卖吧。今年的果树收成好，您就当沾沾喜气儿。这当年楚将军在的时候，也还是我家的梨。您快拿着吧。给我吧。哎，好嘞，那楚娘子，我先卖梨了啊。这个东西还可以用来抓老鼠。是吗？来开大来，炊饼，炊饼，炊饼，卖炊饼嘞！哎呀，自家卖钱的炊饼，不够填你的肚子的，真是的，真是个饿死鬼托生的。你看我不打你！站住！又出去打架了？输了。赢了！我一个人打3个，全被我打趴下了。赢了一身伤，好得意啊！是他们先笑话我没娘亲的。所以你就用拳头叫他们闭嘴。我当初为什么追约你习武？为了揍人。为了护着该护的人，拳头该对准的是恶人，而不是跟你一般大的毛孩子，更不是自己人。想什么呢？在想我阿爹曾经说过的话。你看，我阿爹用性命守护的，从来都不是这冷冰冰的城墙，而是这些笑着、活着、吵闹着的人间烟火。虽然看似平凡，又琐碎的仿佛不值一提，但在每个人的心中，却也异常珍贵。我不求什么山河无恙的宏愿，我只要云中郡的炊烟能够日日升起，只要母亲还能站在家门口，等待贪玩的孩子回家吃饭。他们最坏的，不过是操心明日米价又涨了几文，这就够了。我们每日庸庸碌碌的随太阳东升西落，殊不知，这也是无数人常规求告神明而不得的人生。还有果农眼中的梨，应该也比去年甜一些吧？是不是？
阿九，请你替我父亲守好云中郡，成为继楚灵之后大楚最锋利的那把剑。不会的。长公主，朔漠有所异动，有支朔漠小队在边境有所试探。现在情况如何？朔漠先锋军突袭中堡，左翼军已经布防围剿了。殿下请可放心，此战可趁机分兵袭击赤那部大军所在。不对，这事后能探明赤那部的主力动向。上次大战，朔漠王主力后撤了至少80里，他们的王牌军至今还驻扎在鹰嘴崖附近。短短2日，赤那部不可能出现在这里，所以这次突袭肯定是个圈套。那左翼军岂不危矣？何止危矣？若此战真是圈套，那怕是要全军覆没。必须把这场大战遏制在萌芽状态。可供调动的只够1路，若分兵救援，正面防线势必空虚啊。那就借兵。借兵？仓木寨。上次在仓木林打赢铁鹰，靠的就是他们对山林作战十分熟悉，比边军更有优势。我们若能借力配合边军行动，此战必胜。可是这仓木寨，父亲刚亡故，军心民心皆不可动摇。此战若败，朔漠必大举进攻。钟叔，我们没有退路。好，就依你所言。王贤，此战我定拼死取胜。谢燕来听令。末将在。去了，别死。这不是军令，这是我的命令。末将遵命。断肠故事残首，心一朝，平遥生云霄，摘下傲骨血肉成鞘。风霜万里踏过，人等作孤岛，半生飘摇，只因天涯无处停靠。星火在风起煎熬，烈焰中咆哮，大海一烧，烛火消。出发！明天枯叶与秋老，夜幕上升愿低头。求饶，总是有光渺渺，我自桀骜。浮游于东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一心我道。无需入窑，留影生于枯草，也要燃烧。指尖冲破天光一道，让这满身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。邓毅竟敢查到我们高阳老宅去了，谢燕来和千金然先引的消息肯定也是他放出去的。邓毅这一举，竟剑指我谢氏，好一个太傅，竟真是没绝了连根拔起的心思。邓毅此人城府极深，若非公子你仁厚，岂能容忍他活到今日？他是先帝钦点的太傅，又身具监国之职，岂能轻易就死？
而且他还有萧巡这条后路，他在望城失利，定也不会善罢甘休。后路，望尘依他悉数算计，满盘落空，自己都离不撒国家。朔漠虽败，可此战犹如地龙翻身，真正的余震才刚要开始。萧巡定会伺机而动。萧南郡那边盯紧一点。是。大头，再心急也得把饭吃了呀。钟叔，我吃不下。捷报！捷报！禀公主，谢参加大捷，击溃了前锋小队，还生擒了朔漠王旭。大捷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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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此之后，军心稳了。钟将军，你就放心吧，有殿下在，我军定能大胜。快报楚都，路不飞捷，让所有的人都知道，就算魏将军楚灵不在了，边郡依旧大胜，国朝依旧安稳。是。大捷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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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锋有城，你们进城宣前锋，让官府传遍整个辖内。朔漠卷土重来，铁骑已破白狼隘，军中距3日必陷。大军直取楚都，大军直取楚都，大军直取楚都。这是什么功课，把我们陛下为难成这样啊？功课哪里能难到姑？是在给姐姐写信呢。但失去父母这种事，怎么劝都没用的。我知道。启禀陛下，谢大人求见。这么晚了，跟谢大人说姑休息了。谢大人，我有紧急的事要与陛下说。你们都下去吧。都下去吧。三舅舅，有何事要对姑说？逆兵传信，朔漠卷土重来，深夜突袭，边军失利。如今已大破云中，直奔楚都而来。萧囊王闻讯，集结5万兵马，如今距京还有800里。阿月，你不要怕。依我之见，这个消息未必是真，或许只是为了制造恐慌，方便萧南王以拱卫楚都为名，率轻兵入京罢了。他们是要造反吗？自从萧南王离开楚都那一刻起，他就一直有反省。此事事关重大，所以我才深夜来寻。我们要先商量好，明日朝会该如何应对。阿爹，阿爹，我们。将军！
爹，我们赢了。将军如他所愿，死在了战场上。阿昭，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我们在鹰嘴谷的关隘，是木棉红替我们炸开的。阿爹没有骗我，我的娘亲是全天下最好的女人。她善良、勇敢，还很爱我。钟叔，我娘，她是爱我的，她愿意用性命来护着我。阿昭，你要是心里难过，就发泄出来吧。难过？我不难过。阿爹亲眼看着我们战胜了朔漠，如今又能和我娘在九泉之下团聚，再也不用理会那些世俗的困扰。我替他们开心。传令下去，魏将军楚灵卒。现在可以吗？朔漠王虽然一路败走，但是战事尚未结束。现在宣告将军已卒，军心会不会动摇啊？就是现在，让将士们知道，将军与他们一同作战，死在战场。有这样的将军，即便他不在了，在将士们心里也与他们同在。就算朔漠王立刻再来，将士们也无所畏惧。阿爹用尽生平最后的力气，战退了朔漠王。此时宣告他的死亡，悲伤只会带来力量，不会带来恐慌。无所畏惧，所向披靡。大楚必胜。送魏将军楚灵应还！送魏将军楚灵应还！送魏
3日未眠，你要熬死自己？对不起。满意了。你为什么非要逼我？非要看我溃不成军的样子是吗？谢燕来，将我的冷静自持踩在脚下，你就开心了是吗？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敢闭眼吗？因为我一闭眼，就是我阿娘临死前的样子，还有我阿爹咽气前都不曾瞑目的模样。你要我如何面对？如何不恨？如何不痛？是你，他本来可以活着，哪怕苟延残喘，至少他活着，至少他是我爹，我不是个孤儿。是你这个杀人凶手，我娘死在我眼前，你又害死了我爹，是你！阿昭，谢大人以为这件事情能瞒多久啊？太傅既如此笃定，不如等我九弟回来，你亲口问问。对了，长公主赐给你那份棺椁，可以送去云中去，给楚将军，以表哀思。哦，那可是金丝楠木啊，太傅不会舍不得吧？这才读了多久就坐不住了？那密密麻麻的字，看得让人头痛。阿爹，我们来聊聊天吧。聊什么？再跟我说说我娘的事情呗。伤着没有？小黄吗？参见女将军。我好想你们。丫头，我知道你不想听我解释，但是这样对阿九不公平啊！人人都说你阿爹是大楚战神，从无败绩，只要有楚灵在，边关便永保安宁。但是你阿爹也是人呐，
他也会受伤，他也会有生老病死。3年前，界河一战，阿爹身中毒箭，危在旦夕。阿九在那个时候，才掏出这碗丹药。这剑是寿墨的剧毒，可有剑法？剑毒一入体，我先清理毒素。但将军必须好生休养，不能再上阵厮杀，否则这残余毒素会扩散全身，神仙难救。这是几个战场里的将军，你现在身体不能再上战场了。我处理要是死，也要死在战场上，岂可以血亏一品？将军，将军，东阳现在有密药，已立刻回阳救你，将军可愿一试？这药哪来的？我临行前，兄长给我的，他不会害我。将军，待小人一验。时间来不及了，只要这药有效，就是这毒，我也愿意。你阿爹当他是救命之药，当初为了救将军，我们也顾不了这么许多了。何况如果没有阿九以药吊命，恐怕当日将军就……我将钟长荣愿意以性命保证，阿九当日献药之时，已经自陈身份，绝无半点欺瞒之意。时使将军至生死一线，不得不行险一搏呀！报！信远来贵卿负荆请罪，引起百姓骚乱为难，现场已乱作一团。